我是 Tiffany， 我是一名鱼贩。通常人家会以为我是一个没有读书过的人，我是希望人家不会以貌取人。我是一个钩织店主，通常人家以为我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。不同人有不同看法，我也不想改变人家的观点。人家看到我头发那么长，肯定会多看几眼。他们会觉得我不是正常的男生，然后可能也不务正业。我们做这份工大概要有4年了吧。刚开始我有做直播的时候，我们早上大概1点半去渔场拿货。什么？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早来咯，为了来看你咯。这2样呀。在玉郎渔港做买卖的大多是中老年人，如果不是被逼或情不得已，很少年轻人会从事这样的行业。这对年轻夫妻却打破了常规，心甘情愿地当起鱼贩。太多了。现年31岁的肖慧贤，曾在拉萨尔艺术学院修读广播媒体制作，而大他2岁的吴忠豪念的是商业资讯科技。你说你 so small， 这太软了啦，太软不行啦。我跟我老公是在社交媒体认识的，我们也是因为我们2个喜欢去钓鱼，所以我们就进入这行咯。以前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猜我应该是不会预想到我会去卖鱼吧。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夜猫子，我是超喜欢去 party 的，通常是会玩到通宵但是谁知道现在我的这份工3点就要起床出门去做工了。现在凌晨开工已变成小两口的日常生活了。够吗？够了啊！够了啦！还不够啊？够了啦！ 4样了嘞，跟你support 4样了嘞。他结婚有请我们吗？就是当个好朋友这样子咯，他每天都在聊天咯。女儿子很早做这行的，我也蛮辛苦啊，做鱼，因为鱼腥味蛮重一下的。一个女孩子来做这种工觉得蛮厉害一下的。Sorry， 拿货了，大概4点半5点才离开渔场。每天我11点起床，12点开店，放工时间大概凌晨2、3点，每天都很多东西做。我留那么长的头发是因为我没有剪，我觉得不需要剪，因为自古以来大家都是留长头发的，不管是西方国家、东方国家，就算在那个远古时期，大家都留长头发，所以其实长头发才是正常的。我觉得我没有必要符合社会的标准，那个标准也不是我设的，干嘛我要去认可呢？林家伟跟女友黄开慧在2016年开了这间钩织店。之前，开慧在网站售卖自己的钩织玩具，受到顾客欢迎，要求他开班教课。开慧在克拉码头开了一间店，跟着家伟也加入给他助阵。
大多数人知道我开购置店之后呢，他们觉得我是发了神经，这行根本没有前途，而且也不是一个男生应该做的行业，开购置店怎么养家，怎么养得起自己呢？有人就是觉得，哎，你做这种东西好像赚不到什么钱呢，你打算要做多久？到时候你可以退休吗？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其实是跟开补习班一样啊，还是开那些钢琴班一样，因为教你就可以赚一点钱，久而久之你一定会筹够钱的嘛。你们觉得我们应该做几只来卖？我是觉得可能做15只就好，你觉得够吗？你觉得几只还好？30只，卖不出我们还要扛回来哎。我们还有 next fair 啊，not so little fair。哦，卖不出改天再卖。我们已经经营了8年，也教了大概1万个学生，那肯定是做得起的，行行出状元嘛。That's true, isn't it? 林家伟从小就在爸爸妈妈的水果摊帮忙，现在一有时间也会到档口来。小时候我对画画艺术特别有兴趣，父母会帮我报一些在学校的课外活动，就是有画画、有粘土之类的。可是上完之后我也没继续上，因为我妈妈也没帮我再报名，我没意见，我有什么就上什么。我也是，对呀。我肯定会读了。考完普通水准后，他原想报读艺术学院，但父母却不同意他的选择。Hello， 早上好，水果送到了。我原本是在一间艺术学院报了平面设计，可是我的妈妈听了亲戚朋友的劝告说，读平面设计没有前途，赚不到钱。电子的比较吃香嘛，那个艺术你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？没有固定的薪水啦。电子的这一类哦，它的薪水比较好啦。读那电脑工程那3年，我觉得非常痛苦。我知道我自己肯定那条路是走不下去的。家伟服完兵役后，再次报读自己喜欢的平面设计，并且爱上了摄影。Alright, then body rotate this way a little bit. 学校有教我们怎么样摄影。当我接触到摄影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奇妙，因为我可以把我在眼前看到的东西放在电脑的荧幕上。考取大专文凭后，家伟用打工赚来的积蓄，加上父母的补贴，买了一台数码单反相机，独自去了日本。从小我没有自信心，也没有主见，所以这个里程是一种自我发现。从日本回来，我把照片 po 上 Facebook， 大家都很喜欢，我有了一点自信。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比赛，我就发了几张去参加，没想到竟然赢了第1名，大家都很惊讶，我自己也很惊讶。家伟的得奖让父母亲改变了想法，支持他去澳洲深造摄影。女友开慧也跟他一道去留学3年，毕业回国后，他们各自投入创意行业。热爱钩织的开慧业余时，把自己的手工艺品放上网，生意做大之后，家伟也成为宣传的推手。1, 2, 3, fire！ 我需要照片才可以宣传，说如果你的照片不好看，你的东西就跟人家这样很难相比。Recording。我是一个专业摄影师，我女朋友 Angie 她也是一个平面设计师，都很有经验在这一方面。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话呢，简直是很好的搭档。其实我也没有完全放弃摄影，我现在可以挑选我最喜欢的顾客，只拍我喜欢的工作。
Thank you, madam. Very good. Bye. 肖慧贤28岁那年改变了人生跑道，在巴沙里当起鱼贩。之前他做过保险和电子贸易行销，每个月的收入由交易额来决定，让他觉得压力很大。所以这个虾你们可以每天回到家，我的头脑不会放轻松，每天就会想，哎呦，明天又要做这个，明天又要做那个，如果没有 hit 的话，我就会觉得很厌倦呐。1 kilo $14. One? Okay lah, best. 在她离职寻找新发展的时候，当时的男友钟豪也跟她一样在找工作，不料官病疫情爆发，我有很多 interview 都被取消。那时候我跟我老公就不太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。来，再高一点。Here got 3 more shark, one red prawn, 4.3 kilo, guys, no joke one. 机缘巧合下，慧贤的一位朋友在找人做直播卖货，想到了她。因为他只有唯我这个朋友不会在camera 面前害羞，所以我就觉得 OK 啦，反正我是需要做工嘛。然后我老公又会砍榴莲，所以我就讲 OK 哦，我们两个就觉得去帮他啦。反正我都找不到工作，我就继续做这行咯。Spicy ready salad level 1麻辣 hot pot。2020年，慧贤和钟豪开创了自己的公司，准备大展拳脚，可是却拿不定主意要卖什么。我们发现榴莲有季节的，我们不可以靠榴莲而已，单单靠榴莲我们就死路一条。我跟我老公是喜欢去钓鱼嘛，所以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跑去钓鱼。每次拿鱼回到家自己砍，自己拿去煮，我们就突然间发现到，为什么不要去卖鱼啊？鱼整年都有了吗？新年人家也要鱼，Hari Raya人家也要鱼，圣诞节人家也是需要鱼。哎呦，然后就讲也是可以做。等你来买嘞，把这个卖掉了啦，人家 order 了。直播卖鱼生意相当好，但他们却苦恼没地方处理鲜鱼，最后只能去巴沙找档口。之前我们卖的鱼，有些是跑来我自己的家的厨房，在那边处理，给我家婆骂。那边骂好了，又跑回去我自己的家，又被我妈妈骂。走投无路了，一定要找一个摊位自己来卖鱼。Black pomfret 哈 ，guys。生意有起色固然高兴，慧贤的一些朋友却担心她受委屈，要承受身体上的疲劳，还有网上的批评。我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卖榴莲啊，过后卖鱼啊，我的穿着是穿一个singlet，最多穿一个短裤。在网上的时候，我就遇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呐，他们就会批评我的穿着，或者会说我没有读过书，我就觉得这些人不应该以外表来批评别人。去年9月，肖慧贤生下头一胎，升级当了妈妈。这些年，看着女儿结婚、转行、走自己的路，慧贤的父母亲心里头也是起起落落。他有一天跟我讲：“妈妈，我要去卖鱼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我整个人都懵掉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你会要说去卖鱼呢？家务事也很少让你去做的，我会觉得他很苦。起初他入这行，讲真的，我是反对的。他很爱美的嘞，他现在要拍照啊，秀人家他的孙。世界变了，没办法啦，有进步啦。世界变啦，我都卖鱼了。我们啦，来讲。不过后来就是经过1年的时间。然后我觉得，他们两夫妻开心最重要，最让他们自己能够闯出一条道路，最重要是2个人的目标要一样。我会心疼，非常心疼。他既然他选择这样，我会鼓励他。
所以我能够帮我会帮，两个合作好，小事一定克服得来的。要笑，喝奶，要笑。慧娴没让自己闲着，女儿刚满月不久，她就毫不犹豫地回返巴沙，重新露脸。昂格利加这个拿去炸 ，Number One，OK。比起冠病疫情期间，网购热潮已经淡了下来，鱼摊也少了网上顾客。8公斤而已啊，没有就是没有了，不要后悔，走过路过别错过。因为放松了嘛，每个人被关了蛮久了，就全部跑出去，很少在家里煮。那些平时煮的都不煮。我有几个顾客之前有请女佣在家里煮的，那些女佣都回国了，也是一回国他们就不会煮了。有些就生意会掉了大概30%呢。我们只可以跟自己讲，生意有起有落，好好经营每个单，每个顾客进来就好好对待他们了。当了妈妈后，网上直播活动减少，慧娴现在花更多时间接短信订单，希望以良好的服务稳住顾客群。今晚如果有的话，帮我留20只美美的哈，不没有。这几年的打拼，让慧娴感受到巴沙里的人情味儿，以诚待人的窝心。我还在等多一点，还要等多一点欧达嘞。昨天那个欧达太好吃了，哎，你的贡他们还还你。有些还熬燕窝给我，买鸡精给我喝，我是很感恩又很感动，觉得做了这份工的意义就是在那边咯。After the first round, only the first round you have to be extra careful because the cast on stitch is a little bit loose. Since it has been one round, more or less everything should be a good one. 我觉得钩织很疗愈，而且钩织可以让我创作我想要做东西。我头脑想到什么，我就可以钩织出来，很有意思。这份工作非常有挑战，因为一直要有新的 idea 啊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很有挑战，做得很开心。Okay, but never mind. I bet the hole is closed. But let me try. Have you tied a knot? Haven't, right? Okay, let me check. 经营手工艺钩织店，除了靠回头客的支持，也需要花心思开拓商机。嘉伟和开慧不仅仅开班传授钩织的手艺，还开发新的产品线。在疫情的时候很难进口毛线，所以我就试试看染一些比较特别的线，比较特别的颜色。自己人的线也是吸引顾客的一种门路，因为我自己人的线是很特别的，别地方根本找不到。Okay, guys, we are about to bring a new yarn and new colors, which is your top favorite. Everybody choose one. I need all of them. 开钩织店就跟别的创意行业是一样的，你得一直创新，要有新产品，要给顾客新的体验，才可以维持这个生意。慧娴和钟豪在佳节期间也参与慈善活动。We're gonna do something next. These are all donations. We need to check certain things. First, check the expiry date. 他俩在2020年参加白桥巴沙林里的慈善活动，和其他渔商筹集100公斤的海鲜，捐赠给100户贫困家庭。那次的善举触动了这小两口。那些居民 feedback 给我们是说，他们很像3年还是4年，没有吃到海鲜的这个机会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购买这些海鲜。那时候我们捐赠的是靠近新年的时候，至少今年他们还叫得起他们的那些子女子孙一起回来共度一餐，因为有东西可以煮了。我听了当然是会感动啦，
就会 motivate 我做再 continue 咯。人生条条路在眼前，选哪条路最好走，需要思索和勇气。看似简单的生活，其实有不简单的付出；看似平凡的要求，也需要不平凡的毅力。我觉得我是要人家看我这份工作普通的一份工，我最多只是比你早起，最多比你早放工。现在我只是真的是为我的女儿打拼了。我觉得很多人都有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，我也不需要他们改变他们的看法，他们想怎么样看我就怎么样看我，每一个人都有自由。